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跑路了吗？可能有些炒币亏钱欠钱的观众朋友们，估计真的是要跑路了。哎呀，最近整个市场都不太健康，各位仔细观察，你看最近项目方跑路的很多，你看项目方跑路，韭菜被亏钱了，韭菜也得跑路。币圈难道真的要开启大跑路时代了吗？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标题：以太坊继续下跌，以太坊的持币地址创新低，交易量、销毁量全面萎缩 ，Stephen 开启死亡螺旋 ，GST 先崩，抄底 GMT 狂赚，然后大家一起上天台，中国人饿死不反抗的深度反思。各位，昨天不出我所料。GMT 的剧本果然是拉拉咯咯，然后项目方再把能掏出来的钱往外掏。我上个月还有这个月初已经在会员群里面下令全员禁止买 GMT， 包括把其他的币也都给空仓了，像什么比特币呀、以太坊呀、AVAX 呀，能割的就割吧，因为接下来会出现很大幅度的下跌啊！大家现在能跑就跑。如果想搏，可以留一点点仓位搏。来，各位，你们看到现在，是不是大跌了啊？面具人，我说的准不准？同时呢，我当时还在我的会员群公告里面说了，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币归零的。各位，最近你们看一下啊，归零的币不少吧？什么 Pokemon、Luna， 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是不是？这段时间有幸追踪我节目的观众，跟着我成功避险的，请留言打个1啊，也算是对你面具哥的一个小小的回馈。我又不问你们要钱，打个1很容易。今天我继续要来给大家讲一讲我发现的新的风险啊，你们仔细听好了。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你看错过了面具人的风险提示和赚钱机会，多可惜的。哦，对了。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的正确答案以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帮你回点血。那为了公平起见啊，你的留言我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把它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点赞、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都是可以卖钱的 NFT 哦。好，来讲正题，我们先来追踪一下大家都关心的第2大币以太坊的情况啊。目前来看，以太坊挖矿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了。现在以太坊在$1700，1700出头吧，来回挣扎。那这个价位会导致很多矿工要么就是利润非常低，有些呢甚至不赚钱，甚至还亏钱了啊。毕竟你说花钱买的矿机显卡啊，如果还跑不赢银行利息，如果说连电费都跑不赢，或者说是回本周期越来越长了。那对那些挖矿的矿工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有些人还借钱搞挖矿，对不对？那更难受了。所以这就会导致市场上的显卡、矿机的价位也越来越不景气。目前币价也不好，用户的信心不足，市场的正向反馈也越来越少。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新用户不敢进场。本身加息缩表、去杠杆，就导致了币圈的庄家呀、资本呀、机构的资金抽走了啊。这些事件综合起来，这一系列的原因都会导致以太坊长期陷入一种沼泽境地，泥沼里面很难抽身。现在以太坊想要爬起来呀，很难想象它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把它给拽出来、拔起来啊。目前看不到有多大的力量，所以面具人我认为现在仍然不是很好的入市时机。鉴于我之前判断以太坊会下2000，会下1800，那各位可能现在还想听一听面具人我是否能给你们判断一下我自己对以太坊接下来的预判呢？想的请留言打1，不想的请留言打2啊。我个人认为我会再次的悲观的把以太坊往1600到1500的区间去看为啥？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原因，
还不足以你往悲观的去看吗？好，我再告诉你们，别忘了还有3、4天就要开始缩表了，美联储真正的大剑还没砍下来呢，明白了没？再加上现在优质的项目几乎没有啊，大家都是貔貅盘，想割个韭菜啊，吹个牛逼，骗点韭菜，骗一波，撸到钱就跑路。所以呢，韭菜越骗越少，很多人也都越来越不敢买了。那这也就导致了作为链币的以太坊的实用率也会降低。现在以太坊的单日销毁量已经连续11天创新低了。它的 gas 费也一直维持着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为啥？说白了就是没人用了嘛，用户数量、交易数量、用的人大大下滑。那以太坊都是这样了，别的链币就更别说了，明白了没？所以比特币呀、以太坊呀，包括其他的链币啊，所以比特币、以太坊，我建议各位还是纯投机的玩吧，娱乐为主。OK，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 STEPN 的事儿啊。果不其然 ，GST 开始崩盘了，也是当天腰斩。为啥？因为现在 STEPN 的新增用户已经完全不够了。大数据显示 ，GMT 60天的活跃用户累计下来才60万人，累计啊，这就是意思说包含了重复的，也就是说。你给它算成勉强一天只有1万人不到的在玩，而且这里面还没有排除重复的，以及他们项目方自己的水军机器人。然后呢 ，GMT 官方群的在线人数也只有2、3千人。总之呢，这种数据与项目方自己吹的每天有几万、几十万人在玩，每个月有几百万人在玩的夸张的牛逼相距甚远。而且说什么 GMT 的中国人不到5%的用户之类的，这种虚假宣传、商业诈骗，在美国、在澳洲是要坐牢的。不过呢，无所谓，他 GMT 割的是中国韭菜呀，针对的是中国用户呀，反正骗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好管呀，中国人饿死不反抗呀，谁把中国人给欺负了，他宁可自杀也不反抗，他宁可杀自己，听懂了没？他也不会去杀他的仇人。STEPN 目前呢？资金净流出是每天有负的41万美金，已经是严重的入不敷出了。目前项目方的做法是撤 GST 的资金保 GMT， 毕竟 GMT 对项目方来说利用价值更高，在接下来的几天、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还能再营造一部分假繁荣去割韭菜。各位看图啊，项目方已经改合约、改白皮书了，取走了2亿的 GST 资金。各位，现在你们看看去中心化是不是骗人的？我去年都告诉过你们，去中心化是骗局、骗傻逼的啊！这个网站的服务器呀、内容呀、美工呀、合约呀、代码呀，哪个不是项目方能控制的啊？钱不是人家项目方想取走就取走的，游戏规则不是想改就改的啊，币不是想增发就增发的啊！你韭菜有啥权利？你韭菜就只有伸脖子躺平被割的权利。不过戏还是要继续演的。总之 ，GMT 接下来呀，币安会继续维稳，榨干韭菜最后一滴油，在大楼倒塌之前，尽量的多砸死几个人，砸死你们这些贱种，愿意掏钱的垃圾。而我们这些 YouTube 博主们会继续的给币安抬轿，给币安舔屁眼儿。面具人，我昨天晚上心血来潮画了一张图啊，大家来看这张图。可能聪明的人已经能看出来，面具人我这张图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我在想啊，咱们华人真的是出了名的怕事儿、懦弱、窝里斗，谁都敢欺负华人。为啥？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群体的认知能力非常差。一方面呢，是因为华人不反抗，你把他骗了，把他割了，他亏钱了，他活该。他亏钱了，他也不反抗，亏到受不了了，大不了就跳楼自杀嘛，对不对啊？就像我们伟大的屈原同志，中国人每年都要纪念他一下，纪念他的英勇自杀的精神。遇到问题了，谁把你欺负了，不要找人家报仇，遇到问题了就把自己干掉就行了，不要给人家骗你的人添烦恼。送佛送到西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指责受害者啊。其实呀，
币圈这种现象，中国人骗中国人的这种现象，谁都敢欺负中国人的这种现象，完全是反映了人分好几档。简单的来说，就是蠢人当韭菜，稍微聪明一点的当狗，最聪明的当猎人。大家来看我画的这张图的蓝色部分啊，这个东西我称之为枢纽。我们华人总体来说是类似于蜂巢或者蚁群、虫群之类的东西，我们是需要主脑或者是女王蜂、蚁后之类的玩意儿。打个比方，习近平是社会的主脑，大家都知道；赵长鹏是币圈的主脑，大家都知道。而能够与主脑建立枢纽，是我们的荣耀。与主脑建立了枢纽之后，我们才能行动，才有存在感。我们才有归属感，我们心里才舒服啊！比如说，中国的小粉红，他必须要把自己置身于集体、置身于爱国情怀当中，他才舒服；而炒币的这些韭菜，他必须要把自己置身于某些币圈讨论群组、某些赵长鹏的币安群组、某些这个炒币群里面，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心安。正如韭菜需要我们博主的控制，引导他去做什么，韭菜买什么，怎么样割自己，这些韭菜是完全受博主媒体控制的。而博主和韭菜眼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蓝色圈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像一条锁链，看起来像一根绳，对，你可以把它看作为与主脑连接的枢纽，或者是狗绳，或者是一份工作，一份 offer， 一份指引，一种连带关系。那没有这个枢纽，个体就会不安，甚至瘫痪。就像韭菜没有博主的指引，他就会心慌，他总是想自己去搜一搜，看有没有什么网红名人呀，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指点的。而我们这些网红名人呢，在没有一个大机构，没有一个什么币安赵长鹏把自己招安了，或者是给自己提供一份狗粮的话，我们自己做节目也不心安，也会心慌啊，觉得没钱赚了啊，没有靠山了，明白了没？所以呢，不管是对韭菜还是对狗，得到枢纽是好事儿，并且我们会以此为荣，以能在这个枢纽当中生活而感觉到非常的安逸。鲁迅说过，中国人分两种，一种是坐稳奴才的人，一种呢是想要做奴才而不得的人。这个阶梯从高到低，你们仔细看一下，韭菜是植物，那植物就是没有脑子、没有思维的嘛，对吧？而狗比韭菜聪明，比韭菜高级，狗有脑子，所以它比韭菜聪明，所以它是狗。但是狗是没有道德心的，狗的行为是完全为了主人的狗粮的。所以呢，你们才会看到所有华人的币圈博主，没有一个人敢抨击这个体制，敢揭露这些黑幕，没有一个人敢骂狗棚的。为啥？因为得到狗绳的人骂了，就会失去狗绳；还没得到狗绳的人骂了，就会失去得到狗绳的机会，就会失去被币安招募的机会。所以呢，没人敢骂。这些跟道德没有关系，跟正义与邪恶没有关系。狗是没有道德观的，狗是不管正义还是邪恶的，他们会为一个不确定是否存在的狗绳去主动的维护猎人，狗维护猎人，而韭菜呢，则会主动的去维护狗。所以呢，韭菜舔博主，博主舔猎人，猎人呢就操纵一切。我们华人这些博主没有一个人敢骂狗棚的啊，除了我啊，因为我给我自己的定位，你们也很明显能看出来，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某某某知名博主呀、网红呀，我给我自己的定位是企业家，我是个商人啊，我并不是说为某些组织、为某些机构效劳服务的狗，懂了没？狗，听明白了没 ？Everybody dog。DOG， 大家仔细去看一下，还没得到狗绳的人努力的想要讨一根狗绳，
得到狗绳的人呢，一定要把这条狗绳抓稳了。无论是坑这些韭菜，骗他们，还是降低他们的认知，从政治圈到金融圈，面具人我走这一招啊，我走这一圈，你们看看啊，我为哪个组织效力过？但是我最有深刻体会的，那就是这些人不管是讲政治的还是讲经济的，他们都是狗，他们是以为某个机构、为某个组织而服务，而抓住了这根狗绳而为荣的，他们也离不开这个狗绳。人穷志短，这些跟良心、跟对错没有关系，并且呢，他们会为了狗粮而故意让你去做错，而故意去让你家破人亡，无所谓，狗粮最重要，狗绳最重要。所以呢，韭菜蠢，狗没道德。唉，也许是因为个体软弱，大脑懒惰，所以呢，不管是狗还是韭菜，都需要枢纽指引它行动，代替它思考，给它安全感。没有一个人愿意跳出这个枢纽，没有一个人愿意为道德对与错去思考，大家都为着这个枢纽，为了虫群而服务主动的去维护主脑，为了这个核心而存在，需要主脑核心去指引它，去给它安全感。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欢迎大家留言写出自己的观点，我会从留言当中抽取一名，奖励他$100。顺便提醒一下大家，最近面具人我准备投资一些实业产业了，那有兴趣加入我的赚稳妥钱跟没风险的项目做稳妥生意的，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先进入我的投资群。或者呢，你们还可以继续找你们的枢纽，大家一起就跟那个蛆一样裹成一团团明知道它是屎，还要紧密的团结在屎周围拱来拱去的。祝你们好运，梭哈愉快，再见。